乌军 F-16刷新单次击落巡航导弹的世界纪录。乌军再创无人艇新用法，摧毁多套俄军防空系统。乌军无人机再袭罗斯托夫最大化工厂和米勒罗沃空军基地。乌军第8独立特战部队清除13名朝鲜士兵。俄军第810旅指挥部又被摧毁了。普京让俘虏担任库尔斯克俄军总指挥。乌军第4独立特战部队收复托列茨克高层建筑群。俄军伤亡破80万，囚犯数量减半，是否会在今年结束战争？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克兰总爱打破世界纪录，现乌克兰狙神维亚切斯拉夫科尔瓦辛基在3800米外使用地平线之王狙击枪成功击中俄军士兵，刷新了人类狙击的最远距离。如今乌军飞行员也刷新了 F-16击落巡航导弹数量的世界纪录。图片报援引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的话报道称，在去年12月13日的基辅防空战中，俄军花费10亿美元向乌克兰各地发射了93枚巡航导弹和193架无人机，但大部分都被乌军有效拦截。在此次防空战中，乌军 F-16战机击落11枚导弹，而据乌方最新披露，这其中6枚巡航导弹都是由1名乌克兰飞行员击落的。该飞行员共发射4枚空对空导弹，然后使用机炮击落2枚俄军导弹，这直接刷新了单架 F-16战机击落巡航导弹数量的世界纪录。实际上，自乌军拥有 F-16后，战场的制空权虽然双方谁都没有掌握，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11月底，乌军 F-16就连续击落了10个俄空中目标，在战斗更激烈的12月，更是击毁多枚俄军导弹，并为前线乌军提供了空中威慑，数次对俄军指挥中心和后勤基地实施针对打击，其实际作用并非像俄宣传员们说的那样毫无作用。接下来在1月底，乌克兰空军还将陆续接收幻象2000战机，在同时拥有2款新战机后，乌军还会创造怎样的记录，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外，乌克兰还创造了另一个记录，即用无人艇击毁俄防空系统。之前乌军24小时击毁的5套俄军防空系统中，2架铠甲 S1和1辆 OSA 防空导弹发射车就是乌军海上无人艇摧毁的。据悉，乌军当天出动数艘无人艇攻向了位于赫尔松斯卡多夫斯克的俄军基地，与俄军展开激烈交火。现场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抵达目的地后，发射 FPV 无人机和 R73导弹，攻向了俄军的防空系统，并精准命中目标。之后，俄军基地内燃起大火，许多装备都毁于一旦。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用无人艇击毁防空系统。而早些时候，乌军无人艇还创造了击落米8直升机的记录。加上2024年12月20日前后，乌军在哈尔奇夫利普奇一带创造性使用无人智能战车摧毁俄军据点，收复阵地。可见乌克兰的无人机、无人艇技术，或者说对无人系统的运用，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仅用几百上千美元的装备，就能击毁俄军价值千万乃至上亿的武器装备，这无疑是大大降低了战争成本，同时也刷新了人们对现代战争的认知。或许无人作战会是未来战争的一大趋势。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升级了对罗斯托夫和比尔格罗德的打击力度。如昨天，俄罗斯罗斯托夫专门生产火箭燃料、为俄军提供导弹零件的卡缅斯基军事化工厂再次遭到乌军导弹、无人机袭击，发生爆炸。在此之前，乌军曾于12月18日发射10枚暴风鹰导弹，重创了该工厂，迫使其关闭。如今，它还没有完全恢复生产，就再次遇袭，且从视频中的烟雾看，预计损失也不会太小。与此同时，罗斯托夫州的米勒罗沃空军基地和比尔格罗德州的6个定居点也疑似遭遇乌军无人机威胁。目前战况还不明朗。有消息披露，乌军摧毁了一个俄军哨所，并使奥里索夫卡、新奥、科沃瓦洛沃、达维多金、普洛托夫卡和普洛特维扬卡6个定居点断电。乌军正在使用无人机让更多的俄罗斯人感受战争的痛苦。据统计，在刚刚过去的12月底，乌军击中了超过54000个俄军目标，其中49%被击毁的目标都是乌军自杀式无人机干的。前线方向，俘虏担任俄军指挥官，乌军收复库皮扬斯克、托列茨克等地。库尔斯克方向，经过3天的战斗，乌俄双方的战斗焦点被成功转移一部分到俄罗斯领土。乌军目的完成后，攻势有所平缓。1月7日，3路乌军在各自方向展开了有限的进攻行动。据战役地图显示，乌军距离大索尔达茨克耶仅剩 2.5 公里，并在波格列布基东部、马赫诺夫卡、老索罗齐纳西部以及夏克林方向展开了新攻势。同时，有俄方消息称，乌军正在向斯维尔德里科沃和别列杰夫卡调集预备队。
并正在侦察俄军防御工事，目前战况未明。但乌克兰真理报称，乌军第8独立特战部队用无人机和机枪清除了13名朝鲜军人。乌军第95旅甚至开着史崔克装甲运兵车，在公路田野里追击俄朝联军步兵。此外，乌总参谋部报道称，乌军1月7日袭击了俄军第810海军步兵旅位于别拉亚的指挥所，目前暂无人员损失报告传出。但乌军此前曾于12月25日袭击了位于利戈夫的第810海军步兵旅指挥所，成功清除该旅的副指挥官和其他参谋。第810旅先被俄军放弃，成为弃子，紧接着又被乌军接二连三的摧毁指挥部，绝对是目前库尔斯克战场上最惨的旅。值得一提的是，普京让俘虏指挥库尔斯克俄军抵御乌军进攻。据新闻周刊报道，在乌军开始大规模反攻后，克里姆林宫就紧急向库尔斯克派遣了新任指挥官，即俄罗斯国防副部长尤努斯贝克叶夫库罗夫，并开始使用 FAB-1500制导炸弹对苏贾镇附近的乌军阵地进行空袭。叶夫库罗夫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这位可是2023年在瓦格纳兵变时被瓦格纳雇佣兵俘虏的高级将领。当时他还是上将，如今却已晋升成了大将。只是他接管指挥后会如何行动，有待进一步观察。哈尔科夫方向，乌军第3突击旅于清晨时分再次拔掉了森林地区的一个俄军据点，而俄军虽然减少了该方向的地面攻击，但加大了空袭力度。据战争研究所1月7日报告显示，俄军每天都会在沃夫昌斯克附近进行多达5次袭击，并略微增加了对该地滑翔炸弹的使用。俄军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吸引乌军火力，从而分担库尔斯克的压力。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指挥官1月7日称，乌军将俄军赶出新姆林西克，并在定居点升起了旗帜。战争研究所则在去年12月初就观察到乌军控制了该定居点，想来如今战线已经稳固。在库皮扬斯克东部森林地带，乌克兰特雷胡波夫少校表示，有一支俄军小队在夜间穿戴热成像阻挡斗篷，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有时还会在大雾掩护下袭击乌军阵地。此外，在博罗瓦方向，特雷胡波夫少校还表示，一支俄军分队偷偷潜入，试图从博罗瓦方向到达奥斯基尔河，但却没有成功。乌军还击退了洛佐瓦、扎赫里佐夫和克里斯尼基夫卡附近的俄军攻势。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4独立特战部队发起反击，在城市高层建筑群中与俄军展开激战。行动中，乌军第4独立特战部队在海马斯火箭炮和无人机的支援下，快速突破俄军阵地，进入建筑群的核心地带。接着，双方在高层建筑内展开持续10多个小时的巷战，最终乌军成功占领该栋建筑，开始清理战场。值得注意的是，乌军第4独立特战部队还在地下室发现了仅存的一名受伤的俄军，并将其俘虏。俄军方面精锐战力的短缺，迫使俄军改变攻击战术，开始利用人数优势压倒乌军，以并促进定居点内的战术收益。1月5日，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俄军已将火力小队人数从5人提升到了20人。目前托列茨克市内仍不时爆发冲突，但乌军精锐收复建筑群的举动，等于是在此地安上了一颗钉子，为日后的行动打下基础。只不过，如今的托列茨克早已不复往日的繁华，在遭受3年炮火后，这里几乎已成了一片废墟。库拉霍沃的战斗，俄军已经打了115天，俄国防部第3次宣布控制了该城市，但乌军昨日发布了一个在工业区内战斗的视频，且特雷胡波夫少校表示，乌军仍在库拉霍沃西郊的火力发电厂依靠阵地防御。他特意指出，俄军新补充上来的部队都是训练不到2周的新兵，战斗力低下，且缺乏足够数量的装甲车。而乌军方面有消息称，其第323旅正携带豹2 A4返回红军村南部作战，库拉霍夫的形势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1月7日，俄军新增伤亡1970人，累计伤亡突破80万，达到80万零10人。乌克兰都是再创佳绩战果，俄军却屡破伤亡记录。而且，据乌克兰情报部门透露，自战争爆发至今，俄罗斯已动员约14万到18万囚犯参加战争，相比2014年，俄罗斯监狱系统的囚犯减少了大约一半。这主要是因为与瓦格纳信守承诺，允许囚犯兵熬过6个月就能作为自由人离开战场，重返俄罗斯相比，俄国防部接替囚犯兵招募工作后，一切都变了。囚犯兵们虽然仍被派遣执行伤亡率最高的危险任务，但不会再有熬过6个月就能回家的承诺。而且从1月1日起，囚犯兵们连像普通合同兵那样的签约费都没了，只要上战场就必须战斗到这场战争结束，除非因为伤残无法继续作战，才能作为残疾人离开。有消息称，前线俄军为了活着离开战场，甚至叉叉和叉叉伪装成伤兵离开战场。此外，据乌克兰国防部设立的 I Want to Live 组织称，他们迄今为止已经收到了5万份由俄军士兵家属发出的查询请求，希望该组织能帮助他们寻找失踪的家人。据悉，只要无法被认定为死亡，俄军家属就拿不到巨额抚恤金，而他们的上级军官则可以继续占用这些失踪俄军的相关收入。
如今俄军的高消耗战术已经难以持续，再加上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俄罗斯虽然明面上继续保持强硬态度，但很可能已经倾向于在今年结束战争。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去年6月，莱茵金属公司在波兰乌克林重建会议上宣布，已与乌克兰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向乌军提供数百辆 KF-41山猫步兵战车。同时，莱茵金属公司还将在乌克兰建立合资企业，生产炮弹，并逐步实现在乌克兰本土生产 KF-41山猫战车。根据德国方面的数据 ，KF-41山猫战车于2018年首次亮相，是一款重达44吨的重型步兵战车。武器方面，搭载有 LANCE 炮塔，可按需配备30或35毫米口径主炮，并具备机枪及反战车导弹发射器。防护性能方面，正面装甲可抵御30毫米炮弹，侧面可防护14.5毫米弹药，车底则能承受相当于10公斤 TNT 的爆炸冲击。机动性方面，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70公里，续航里程达500公里。载运能力方面，除3名车组人员外，还可搭载9名步兵。截至目前，首辆 KF-41山猫步兵战车已交付乌克兰，目前正由乌军进行测试评估。如果测试通过的话，后续将会进行大规模采购。据乌克兰中情局透露，在一个名为“活着回来”的民间基金会资助下，该局为乌军训练和装备了100名高精度远程狙击手。这些狙击手都能够做到长时间潜身埋伏，并精通电子战、光学设备与375 CHEY TAC 口径狙击步枪和弹药，最远可在2000米距离精准打击目标。预计这批狙击手正式作战后，将会给俄军带来超越距离的威胁感。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一向盛产狙击手。例如，此前乌克兰一位名叫维亚切斯拉夫·科尔瓦斯基的狙击手，曾在3800米开外的距离，使用地平线之王狙击枪，成功击中了俄军士兵，一举打破了世界纪录，刷新了人类狙击的最远距离。据悉，科瓦尔斯基射出的子弹大约花了9秒才击中目标，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让子弹飞一会儿。而他之前的纪录保持者由加拿大士兵于2017年所创，当时的纪录为3540米。另一方面，据乌克兰战俘待遇总部发言人博丹·奥赫里缅科表示，目前有数以万计的俄军失踪士兵家属正在向乌克兰战俘协调总部的“我想找到”项目申请调查失踪亲属。目前请求乌军帮忙查找的俄军失踪士兵人数已超过5万人，预计俄军战场失踪士兵人数超过10万人。那么俄罗斯军属为何不找俄罗斯国防部，反倒是找到乌克兰来要求其帮助寻找在战场上失踪的士兵呢？据奥赫里缅科透露，俄罗斯似乎对确认失踪士兵的身份并不感兴趣，也无意为这些士兵家属支付抚恤金。且先前有报道称，俄罗斯对于军属要求士兵退役的做法非常不满，已将多个军属组织宣布为非法。因此，综合多种因素，这些失踪士兵的亲属只能求助乌克兰相关部门，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寻找失踪或被俘的士兵。为了能够帮助更多俄罗斯军属找到亲属士兵，乌克兰特意单独分配了一条固定线路，并开放了网站申请，还增加了电话热线。截至目前，收到俄罗斯人请求查找失踪俄军士兵的数量已超过5万人。当然，这个数据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只是统计了一些向乌克兰提供线索的俄军亲属信息，还有一些没有联系乌克兰方面的，所以乌克兰据此预估，俄军战场失踪士兵人数大概率会超过10万人。另外，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数据，例如此前在杜马会议上，普京的侄女俄罗斯国防副部长安娜·齐维廖娃曾意外透露，至少已有4.8万名俄军士兵失踪。随后，主持听证会的俄罗斯政客警告说，不要向其他机构提供此类信息。很显然，这样的消息禁止在俄罗斯国内报道，所以俄罗斯才会选择能拖就拖。但毕竟纸是包不住火的，拖得越久，俄罗斯民众的反抗心理就会越大。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陆军已经选择 BAE 公司研制一款以防空作战为主的新型火炮，弥补美国陆军用廉价方法保护重要基地和关键设施的火力空白。报道称 ，BAE 公司是研制多域火炮和超高速炮弹的行家，此次与美国陆军的合约于2024年12月20日宣布签署。虽然合约内容详情暂不清楚，但从当时通报中得知，美国陆军快速能力和关键技术办公室需要在2027财年第4季之前交付完整的多域火炮系统，并且在2028年进行实地操作演示。据悉 ，MDSS 是一种防空武器，地位与中低层防空导弹类似。虽然目前导弹技术成熟，但导弹的价格过于昂贵，且备弹数量有限，重新装填的速度也不够快。因此，近年来许多军事大国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炮弹速度，
同时为其安排上编程引信，从而使其性能和定位达到与防空导弹类似的位置。而在美国陆军的规划中，完整的 MDACS 点有8门多域火炮、4门多功能导控雷达、2具多域战斗管理器，以及不少于144枚高超音速弹药组成。其计划于2028年进行评估，以确定这些技术是否可以部署，而给予 BAE 公司的研发资金。此前有报道称，美国陆军计划在2025财年斥资6700万美元来支持这项项目，之后还会在2026、2027年加大投资。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称，德国联邦国会于近日通过预算案，将斥资6500万欧元向以色列埃尔比特公司采购5套 PULS 多管火箭炮，以强化德军火力投射能力。据悉，此次预算案中，埃尔比特系统公司携手德法合资的 KNDS 集团强势击退洛马与莱茵金属共同提出的全球机动炮兵火箭系统方案。德国国防部表示，由于 GMARS 竞争方案尚无可用原型，因此最终选择了 PULS 系统。当然，德国选用 PULS 系统还有2个重要考量，其一是深化与荷兰的军事整合，提升双方协同作战能力；其二 ，PULS 系统具有非常强的通用性。据公开资料显示 ，PULS 系统可完全适应现有平台，极大降低了车辆平台的维护和培训成本。其配置了2个模块化发射箱，与此前的传统火箭炮不同。箱体结构、尺寸和体积要在满足火箭弹装填的要求下，做到了简单紧凑、可整体吊装。并且由于采用发射、储存、运输一体化设计，该发射箱还具备良好的气密性、防潮性以及电磁屏蔽性，且能承受弹药发射时产生的高温高压气流冲刷。另外 ，PULS 系统还能根据作战任务需求更换不同型号的火箭弹发射箱，并可以将不同射程的弹药集合在一套发射系统内。目前 ，PULS 系统的多功能发射器有2个。且每个发射箱都是为特定的火箭弹类型设计的，即射程达35公里、18连装的122毫米 ACCULAR 火箭弹，射程40公里、10连装160毫米的 ACCULAR 火箭弹，射程155公里、4连装的 EXTRA 火箭，以及射程可达300公里的捕食鹰导引火箭。捕食鹰单个发射器共可装2枚，一次共可发射4枚该弹药。也由于这样的多样性 ，PULS 系统可以在所有范围内准确有效地击中指定目标。根据印度媒体报道，一架隶属于印度海岸警卫的北极星直升机在古吉拉特邦波班达尔坠毁，机上3名机组人员已全部遇难。据报道，这架直升机在完成例行训练后返回，试图降落在波班达尔机场跑道上，但由于未知原因发生坠毁。目前，印度海岸警卫队已下令展开调查，并暂时停飞全部的北极星直升机。该型直升机由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研发，属于一款双引擎多用途轻型直升机，最大起飞重量5.8吨，有效载荷1吨。根据印度方面信息，截至去年1月，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已生产了超过400架北极星直升机，而此次的坠机事故已是4个多月内发生的第3起事故。去年9月初，一架隶属于印度海岸警卫队的北极星直升机在距离波尔班达尔约45公里的古吉拉特邦海岸附近坠机，致使2名飞行员遇难。随后不到1个月时间，印度空军又一架北极星直升机在执行抗洪救灾任务时，因技术故障不得不紧急迫降。由于该型直升机短期时间内事故频发，一些印度网民和军事博主正在呼吁印度海岸警卫队和其他部门停飞所有的北极星直升机，并希望制造商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能够对该型直升机进行必要的检查。事实上，早在2023年时，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的专家团队就针对该型直升机进行了彻底的安全检查，当时发现液压系统和控制杆故障问题，影响了旋翼叶片的动力输入，随后便将该型直升机的控制杆全部更新，但似乎并没有什么用。上述事故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印度的这款北极星直升机不仅在国内频发事故，出口到国外的机型也是不遑多让。例如厄瓜多尔，该国曾从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购买了7架北极星直升机，但很快就出现了第1架坠毁的情况。当时厄瓜多尔一度考虑将剩余的6架退还，但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给予的调查报告则显示，坠机原因是由于飞行员的操作不当，并非是该机质量有问题。随后，厄瓜多尔撤销了退还直升机的决定，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厄瓜多尔购买的7架北极星直升机中有4架坠毁。考虑到安全问题，厄瓜多尔决定将其全部退役，且单方面终止了与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的合同。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罗斯是否会同意结束战斗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